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前情回顾，白瑞遇到一位可以偷走他速度的变种人，尸体上的 DNA 被威尔斯提取做实验。奥利弗也帮助白瑞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但黄色闪电已经开始利用艾瑞斯的安全威胁乔收手，停止调查白瑞母亲的案件。而凯瑟琳的未婚夫罗尼并没有死，他因为粒子加速器变成了变种人。今天一家人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，白瑞送给艾瑞斯一条项链作为礼物，这是高仿艾瑞斯母亲当年送给他的婚戒，已经丢了10多年了。最憋屈的就是每天看着好朋友和暗恋的艾瑞斯卿卿我我。艾迪为了不输给白瑞，决定和艾瑞斯开始没羞没臊的同居。白瑞还给实验室每一个伙伴送了一份新年礼物，但威尔斯却开心不起来。曾经的圣诞节，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。罗尼一路跟踪凯瑟琳，凯瑟琳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今晚，黄色神秘人袭击了水星实验室。白瑞根据现场目击者的叙述断定，他就是杀害母亲的真凶。事情慢慢变得严重了。乔把自己被威胁的事情告诉了白瑞，实验室开始商讨如何对抗这名黄色急速者。水星实验室一直在研究光速粒子，合理利用的话，可以让人比光速还快。为了防止光速粒子被黄色急速者利用，他们决定守株待兔，埋伏一波。他们首先请来了水星实验室的蒂娜博士商量对策，但蒂娜果断拒绝了和星辰实验室的合作埋伏。超光速粒子是他们的心血，不想跟同行分享。这是白瑞抓住杀害母亲凶手的最好时机，还是还父亲清白的唯一机会。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黄色急速者亲自找上门来了。白瑞不顾一切追了上去。急速者抽搐着面部告诉白瑞，想知道我为什么杀了你母亲吗？那你就得追上我。一对红黄闪电在城市中急速穿梭，白瑞追到了体育场，可他迎来了第一次正面冲突，可白瑞还是不够快，全方面被碾压。他还告诉白瑞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我和你对峙了太多次，只不过我总是比你快一步。蹂躏过后，黄色急速者扬长而去。白瑞赶快把一切告诉了威尔斯，他第一次遇上自己连追都追不上的敌人。为了赶快利用光速粒子引小黄人出来，白瑞一波嘴遁说服了蒂娜博士。另一边，凯瑟琳偷偷带着希斯科追踪罗尼，但罗尼失忆了，他只知道自己叫做火风暴。解决不了罗尼，他们只能优先搞定小黄人，陷阱已经埋伏就位。乔和威尔斯一致认为白瑞不能参与这次行动，他现在的状态只有仇恨，会影响到他正确的判断。白瑞只能在监狱里和父亲诉苦，因为自己不够强大，白瑞把一切都怪在了自己身上。巨大的自责让他不敢面对父亲，父亲只是告诉他，难道你想像错过艾瑞斯一样错过机会吗？放手去做吧，别让小黄人搅和了无辜的人。下定决心的白瑞回到家就对艾瑞斯表白了一波，但是现在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实验室全副武装，等待着小黄人出现。威尔斯坐在人群中盯着监控，小黄人突然出现，他们成功困住了小黄人。威尔斯和小黄人开始激烈辩论，设备忽然失控，小黄人把威尔斯拉出去一顿暴揍，还抢走了光速粒子。凯瑟琳只能通知白瑞，小黄人干掉了所有人，唯独没有杀死艾迪。白瑞赶来救下了乔，他们迎来了第二次交锋，没有悬念，白瑞被暴打一顿，直到罗尼出现救下了白瑞。他过来只是为了告诉凯瑟琳别再找他了。艾迪开始怀疑人生，为什么小黄人杀死了所有人，唯独没有杀死自己呢？眼前各种不科学的事情打破了他的世界观，乔只能告诉了他关于变种人的真相，顺便为闪电侠扳回一局。人道主义来说，圣诞节当天不能出现任何敌人，于是大家欢欢喜喜过大年。希斯科的观察力入微，他发现白瑞和小黄人单挑的时候浮现出了红黄闪电，这恰好和14年前白瑞母亲出事当晚一模一样。也许当时出现的不止一个人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。威尔斯偷偷来到密室，插入自己的戒指，小黄人的战服浮现在眼前，而胸口戴的就是他改造的光速粒子加速器。白瑞为了让自己更快，在实验室的帮助下进行魔鬼训练，各种真枪实弹导弹轰炸，只为了让白瑞变强。白瑞使出了一招抛砖引玉，甩开了火箭弹，而他们为小黄人起了一个新名字——逆闪电。今天一个老对手卷土重来，寒冰斯纳特和搭档烈焰米克。斯纳特故意不偷任何东西，只是为了等闪电侠，可他失策了，闪电侠压根儿就没来。白瑞在事发现场分析出斯纳特冷冻枪的成分，斯纳特因为闪电侠没来吃了一大口鳖，于是他准备动真格的抢了一副价值不菲的画。威尔斯建议白瑞继续以提高速度为主，斯纳特可以暂且不管，你不跟他玩，他到时候自然就会离开城市。眼下最强大的敌人是逆闪电，谁能想到威尔斯这个男人还藏着两副面孔，一边帮助白瑞对付逆闪电，一边假扮逆闪电对付白瑞。希斯科负责给警局配备新装备，用来防御斯纳特。闲暇之余，白瑞帮凯瑟琳分析了一下罗尼的事儿，他们发现
火风暴不仅仅是一个代号，还是一份研究报告。白瑞1秒钟看完了这份800多页的报告。报告的作者是一名大学研究生，叫做杰森。另一边的斯纳特抢走了名画，警方第一时间带着新装备赶了过来。他们能够完美防御冷冻枪，却不知道斯纳特有了伙伴，火焰的威力，他们的盾牌根本挡不住。2个人只能是临时撤退。忽如其来的新敌人让警方不知所措。2名警员被烧成重伤，2次都没有引出闪电侠。斯纳特有些气急败坏了，他打算搞点新手段。凯瑟琳找到了杰森，并从他的口中得知，更加能帮助自己的是斯泰因博士。二话不说，凯瑟琳就顺着网线找过去了，半路就被斯纳特给绑架了。希斯科刚刚研究出了对抗烈焰枪的办法，就是用极度寒冰对抗极热的烈焰。凯瑟琳被绑架的事儿马上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，本想对斯纳特不管不顾，但现在白瑞不得不管。斯纳特还在全程直播挑衅闪电侠，约他晚上在火车站别走，他叫人揍闪电侠，还让全城都知道闪电侠是真实存在的。为了朋友，白瑞豁出去了，他一个人来到了约定的地点，当着所有警察的面独自对抗冰火两重天。光凭借速度，白瑞难以打败他们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为啥，但是编剧必须要用希斯科的办法。另一边，乔和希斯科已经救走了凯瑟琳了。白瑞对抗2人逐渐败了下风，艾迪扛着盾就冲了过去，和闪电侠站在了一边。无线电一头，威尔斯开始出主意，他让白瑞把速度降下来。出其不意的一招，米克和斯纳特输给了他们，而艾迪贡献极大，冰火两重天蹲进了监狱，冰火双枪也被带回了星辰实验室了。今晚这一战，闪电侠打响了名号，白瑞也认可了艾迪。艾瑞斯在他身边没毛病，他们搬去同居，家里只剩2个孤寡老男。斯纳特和米克被押送监狱的路上，被斯纳特的妹子救了出来。全城都知道闪电侠之后，白瑞也不用再偷偷摸摸的出现在城市里了。亲友团一路给他导航，打击罪犯的行动越来越娴熟，轻松到了他们甚至想要拍照。而艾瑞斯再也不用当键盘侠了，闪电侠的事一出，让他的微博迅速走红，他成为了真正的西方记者。当晚，独自在家的威尔斯被袭击，仿佛他们知道威尔斯的一切，这让威尔斯想起了2年前的一个伙伴哈利，曾经是威尔斯最信任的徒弟，也是哈利发起了袭击。曾经他和威尔斯亲如兄弟，现在却反目成仇，只是背后的理由威尔斯一直不肯开口。白瑞分析出威尔斯家里的玻璃没有撞击点，极有可能是被声波震碎的，而此时的哈利正在大庭广众之下扰乱公众秩序。白瑞赶到后被声波偷袭，气得他2秒钟卸掉了哈利的装备。哈利好像知道威尔斯的真面目，被关进超能监狱后，哈利警告白瑞，总有一天你会被威尔斯背叛，而且快到你感觉不到自己被背叛了。为了不露馅，威尔斯告诉了他们另一个真相，他们早就知道粒子加速器会爆炸，但他愿意赌上一切接受失败。真相打击了凯瑟琳和希斯科，他们的家人原本不会出事儿。实验室出现了意外，哈利被抓了进来，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威尔斯刚想加速跑2步，就2腿发软，仿佛肾虚。哈利逃了出来，盗走了实验室的所有资料。白瑞回去后，哈利已经溜了。当年威尔斯为了不让哈利走漏风声，强行断了他的后路。为了赢得所有人的信任，威尔斯对全城公布了加速器爆炸的理由，并且郑重道了歉，但哈利仍然不准备善罢甘休。白瑞赶到后，威尔斯告诉他优先拆下哈利的手套，但哈利盗走的文件中有着闪电侠的全部数据，这也是他一手策划的。他用提前准备好的声波控制了白瑞，逐渐瓦解着白瑞的身体。威尔斯利用卫星调节了所有车载电台，成功阻止了哈利。威尔斯换回了白瑞3人的绝对信任，但乔却越来越不信任威尔斯。威尔斯的速度正在逐渐的流失，光速粒子加速器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。接下来他要搞点大事情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